大家好，各行各业的朋友，你们好，很开心，很开心。我是季业，去年有更多的人认识我了，我们学校任命我为知名校友，我的照片已经挂在教学楼的走廊了，我跟牛顿挂一排。娱乐圈打到学术圈了，人一出名就会很飘。看过了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不太想要单位的五险一金了，好想离职啊！刚好公司就准备裁员，我值得被裁。在我们部门，如果要比谁最差，我肯定是最好的。而且我来公司3年了，那个赔偿金不少的。我的工位要拆迁了。我们组长在那个部门群里说，公司要裁员，大家做好准备，做准备。哥们儿，新手机都换了，就等着公司发国补了。那么有人会问，那旧的手机该怎么办呢？出门转一转吧。等了2天，我们组长把我叫到会议室，他说他决定把自己裁了。你还能裁自己？你权力这么大吗？女巫把自己给毒了，法官把自己给告了。哎，刑场上我等着被杀头呢，刽子手突然说那个老子也不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想走了，也等着拆迁呢。他裁自己的理由是没有带好我。但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的赔偿金肯定更多，因为我无意中瞥到他那个显示器，狗东西已经开始看车了。那旧的车应该怎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最后没有等到 N+1，我就主动离职了，相当于净身出户。我也是第一次经历那种断崖式离职，走不出来，好怀念在公司摸鱼的时刻呀，想念公司的厕所。我一天能去8次。我在公司其实有2个工位，一个用来办公，一个用来出工。那个厕所见证我太多了。我第一次上王者就是在那个厕所，我甚至在厕所面试过。我还想念陪伴了我3年的电脑，我用它工作，也用它争吵，键盘都有些失灵了。尤其是 S 和 B 这2个键，不要误会，是给 Sam 和 Bob 发消息。我挺想上班的，我之前的段子都是上班写的，你知道不上班就没段子。找了好久我都没找到工作，我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叫假装上班公司的，你们听说过这个吗？假装上班。他有会议室，有工位，花50块钱能做1整天。我本来想找点负面情绪攒攒素材，去了我就爱上了，从未见过这么快乐的职场。这里上班不用打卡的。我去的第1天还下意识地问他，咱们在哪儿打卡呀？老板说打什么卡？你要实在想打，可以去大众点评打。来这儿大多是那种刚失业的人，我发现我们这些没有工作的人在一起，还是会有那种卷的惯性。没有实质工作，就只能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卷，比如职位，职位可以自由选择的，全都想当 CEO， 一进公司全是 CEO， 我觉得这个公司有点塞不下这么多 EO 了啊。起名字也卷，这里会模仿那种互联网大厂随便起。我们那个公司其实现在有2个乔布斯，3个巴菲特 ，Office 剧本杀。大家有点玩进去了。有个刚失业的大姐，我们管她叫明珠，因为她离空调最近。有一个大哥欠了很多债，想创业没钱，一直在这耗着。我说你就叫永浩。可热闹了，一到中午我们就让明珠姐把那个空调调低点，然后我跟3个巴菲特共进午餐，拼好饭。吃完饭，永浩到处问呢，要不要交个朋友啊？要不要？而且你知道，为了让大家那个体验更沉浸，公司还给大家做工资条，但是不发，
纯给情绪价值。刚开始统一发2万，然后有人不满意了，他凭什么2万？我要3万，又开始卷了。不瞒大家，我现在月薪3个亿，这还是实习工资呢啊！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娱乐项目了。我看那个工资条我都害怕，3亿，这得数到什么时候啊？上坟都没有这么激进啊！我看那个工资条，我说实话有点理解有钱人了。钱对我来说真的就只是串数字而已，我对钱不感兴趣。我的花名你们也能猜出来了，叫我小马就可以了。我们还会聚会一起聊大家来这里的原因，说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是怎么进来的，感觉自己进监狱了。你犯了什么法？我犯了不劳动法。大家来的原因也蛮离谱的，乔布斯跟老板意见不合，一怒之下把老板的发财树偷回家了。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职务侵占，纯侵占职务啊！明珠也是遭遇了电信诈骗，她给骗子转了3万多。我说这为什么要开除你呢？她说那个走的是公司的借款。该呀姐。也有本来没有工作的巴菲特1号，之前他在家里全职炒股，后来为了骗家里人来这里付费炒股，天天赔钱，一天赔了4万多。我们为了安慰他，众筹分给了他1个亿。然后大家就聚在那个会议室里看电影，我们最爱看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感觉我们也挺像的。我觉得漫威这2年的电影越来越难看了，就是没拍对东西，你就拍我们呀，失业者联盟。别的英雄看到 BOSS 想打，我们看到 BOSS 都说啊，您这儿直聘嘛。看嗨了，甚至想回家边喝酒边看。那么有人会问了，喝的是什么酒呢？你们是懂喜剧的，肯定是国民白酒老村长，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让生活更开心。甭管能不能入职，我先来一个植入。我在那里待了1个月就走了，然后上周为了写段子又回去了。回去发现明珠、永浩都走了，巴菲特都只剩下1个了。巴菲特1号走得很不体面，是他老婆追到公司来了，他老婆以为他出轨了，说你怎么天天花这么多钱？那个女的叫什么 ？A 股。当时我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工位有点伤感，但又一想大家离开也挺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变动了，但也有可能是交不起50块钱了。但我更希望是他们都找到新工作了。好，谢谢大家，我是记者这么健开心，谢谢大家，谢谢。索票通道开始。再次掌声送给谢谢大家，谢谢。哎，借你想过吗？就是辞职之后做全职脱口秀？其实是想过的，其实辞职之后就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全职脱口秀。然后发现太不适应了，主要不适应在哪儿？主要就是你上了4、5年班之后，你发现 DNA 里已经有那种早8的基因了。就是我早上8点会固定起来，就是不管比如说有时候录制或者别的活儿也好，晚上录到1、2点，早上还是8点醒来，就一直有那个上班的那种生物钟在啊。而且主要我写段子确实是得有素材才能写，就不上班天天在家里。太快乐了，就是一开心不痛苦了，找不着没有激发了。想过试了一下之后，觉得还是上班。对，我试了很多方式。我今天没拍的原因是在于我对季业怎么回事他怎么越讲自个儿越不信了？这个就是对，就是我上来我就感觉是没建立好，上来我其实心里想的是啊，大家欢呼，然后那一下子我没顶好，后面就哎呦，那个假装上班公司是真的吗？真的。他就在北京的亦庄一栋楼里，然后那个楼一栋楼都是那个一栋楼里面，但是他那个假装上班那个 logo 特别明显，你感觉这栋楼都是假装上班的楼，对，就是特明显。然后我就去了，就其实当一个自习室玩。我觉得节奏不太好，但作品还是挺好玩的，所以我觉得3登的话可能好一些。对，这个是我一开始没进去，一开始有点错了。所以他越讲越没信心，那种感觉就垮下来了。本子其实挺好的。来，卢玉，季业本身能力又很强，它其实是一个反向的职场的内容，我觉得又很有趣。还有就是最后这个结尾，你能不能改？最后结尾有一些悲凉，我觉得你说啊，你想我去了以后他们都不在了，是不是有人50块钱都交不了？我等你再给我一番，让我把这个再和一下那个。对，我懂。否则我觉得就
他怎么这么但确实是难呢？那天我去的真实的感受，因为我在那儿坐了2、3个小时，大家都没有再进来。有一点点，但它就是这么一个环境。其实，而且我想说的，其实可能没表达清楚，就是在这个段子里面，我想说是大家其实在这儿守望相助，就是会来人，我们甚至会互相给自己推荐自己之前的公司，有点废物利用的感觉，就是但是想帮助大家走出去。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中间的过渡，但我觉得后面其实是我当下的那个真实的感受，我就想着。我再多说一句，因为你要明白，此刻就是整个大的这个氛围，大家会特别能够感同身受。明白。越是感同身受，你越得破一下。OK， 我懂。好嘞，借在等待区稍微休息。在第1轮3人战队的对决中，最后一位要上场的朋友，在之前的表演里面，他们让我们认识了他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 A 面、B 面。今天他要让我们认识的是他很潇洒的一面。掌声欢迎小雪。大家好，我是小雪。2楼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一个老北京的中年姐姐，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但是今天呢，我不讲我的中年啊，讲我年轻那会儿的事儿。我年轻那会儿啊，非常的洒脱。我去过3次的西藏，我登过珠峰大本营。我第1次进藏嘛，我为了快点儿，我是直接坐飞机去的。就好多人到西藏都有那种高原反应，我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后来掐人中才醒过来的。第2次我就有经验了，就是你别吸氧，就是你老吸氧，你的大脑就永远适应不了那个高原。我就是忍着，我是在西藏忍到了第3天，我就坐飞机回去了。第3次我就更有经验了，就是你不能再一个人去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陪我进西藏吧。我妈说我60多了，我是陪你进藏还是陪葬啊？我爸在那屋喊几点了还不给我弄饭，把我那啤酒给我拿来，我那半只袜子你给我找着了吗？我妈说走，咱们快点去西藏。第3次我跟你说还没出那个机场，我就又高原反应了。但这时候我妈非常的给力，一手拎着行李，一手架着我负重前行，还对我进行那种温暖的问候。我妈说缺了个得的，他妈在家伺候完老的，出来又伺候小的，我伺候你全家个腿儿啊！反正听着就是很温暖。在我妈的照顾下呢，很快我就恢复了。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西藏的藏师傅当司机，又成功拼到2个驴友。第一个驴友是一个大哥，很魁梧，一上车就跟我们说我要去珠峰，然后就倒下去了。第2个呢是一个大姐，很富态啊，特别热情，跟我们说啊，你们叫我胖大姐就行了啊。我呢这个显亲切，我也不跟你们客气，我是来穷游的。我呢也不跟你们吃饭 AA 了，你们点的菜呢我就尝一口。但是我的菜一上来，大姐就说啊，小雪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直说大姐你给我剩一口，剩一口，剩一口。更闹心的还在后头，就是我们有那么一段路啊，遇到泥石流了，就把路都给冲烂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藏师傅他是老司机，他换路，一换路很快我们就迷路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迷路就往回走嘛，对吧？很快我们车就陷泥里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打电话求救援嘛。哎，一打电话我们发现我们所有人手机都没有信号了，我们误入无人区了。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慌了。真慌了，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车上那个驴友大哥非常的冷静，他说就你们这个几个女的呀，别怕，我罩着你们。说完大哥就又倒下去了。你看藏师傅看着我们这一车啊，老弱病残。藏师傅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说他要徒步回去找藏民来帮忙。我不信任他，我说您还回来吗？藏师傅说肯定回呀，命在这里。真的，我听到这话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这么急切希望一个男人快速回到我的身边。藏师傅也坚定地说，车就是我的命。等到第2天，藏师傅也没有回来，我就在无人区简单的走了走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一片荒芜，好多地儿都是那种动物的骸骨。还好有我妈陪我边上，对我进行了温暖的问候。
我妈说缺了个得的。我说妈，你看多好，人生是旷野。我妈说这诓谁呢？诓你妈妈呢。我们当天还面临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车上的吃的已经不多了，供给严重不足。哎，这时候带着长辈就是好。我妈从包里拿出4块威化，我妈说这是我贡献出来的啊，咱们都不要动了，留到最后顶不住时再吃。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就连那胖大姐都坚定的跟我妈说，她说阿姨，我顶不住了。当时就吃了一个。你看这叫什么？这叫贪婪的人先享受世界，而幻想公平的人都还在挨饿。等到了天黑，真的我紧张的望着窗外，因为我白天看了太多动物的骸骨，我怕呀，万一真有野兽来了怎么办？但是我也安慰我自己，我说你别怕，野兽来了，它肯定会先吃胖大姐。野兽不来，那我们就吃胖大姐。但开玩笑，开玩笑啊，就尝一口。我发现我妈这时候也静静地看着窗外，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您想什么呢？我妈说了这辈子她都没有说过的话，她说我想你爸了。等到第3天由天亮到天黑，藏师傅还没有回来，那一刻真的我觉得我完了。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刻啊？就觉得那一关自己真的熬不过去了，就这一关自己真的不行了。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突然从黑暗中亮起了一个光点，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光点亮起来了，藏师傅带着藏民们赶过来了。就我看到他们那一刻，真的我那种感觉就是，我都觉得我爱上他们了。我爱到什么程度？我想平等的嫁给每一个藏民。人家藏民们艰难的把我们救出来，1分钱都没要。你看，曾经我不信任的人是最终救我的人，而曾经我相信的人，就我车上那2个驴友。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车上那3个威化消失了。知道谁干的吗？胖大姐。认为大姐的举个手，我看一看。你看人心中的成见。是大哥，胖大姐告的状，说他想偷吃是早就没有了。我当时特别的生气，我跟我妈说妈，你看这就是人性的自私。我妈说孩子别生气，妈包里还有30块威化。所以说人性是自私的，但是母爱它是伟大的。从无人区出来了以后，你们以为我就熬过来了？我跟你说，真正的生死劫才开始等着我。我要去哪儿啊？我要去珠峰啊！但是我们的车继续往上开，我发现我的脑袋越来越疼。那个海拔由4300、4500、4700，我2次高反了。我们马上要到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的时候，真的我整个人都起不来了。但是那时候我跟我自己说，我说小雪，你一定不能再倒下去了。你要再倒下去，一睁眼他妈又到机场了。我让我妈扶着我，我说咱继续往上走。这叫我妈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我都弱成这样了，我还在坚持往上走，就连周围的驴友都发出感叹，说哇真厉害，老太太真厉害。还有个人过来问我妈说，阿姨您扛一次多少钱？然后我就昏死过去了。是听后来的驴友说，是我妈给我扛回到大本营的帐篷里头，守候了我一宿，也问候了我一宿。好多驴友也劝我妈说，阿姨您别骂了，您家姑娘可能有一点点死了。但是等第2天早晨，帐篷里的驴友们都没有醒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睁眼的。就那时候我感觉身上哇太精神了。其实我的高反是在那一刻彻底熬过来了。我走到帐篷门口，正好一缕阳光打在我的身上，我身上都散发着那种金边。有个驴友看见了，赶紧叫我妈说，阿姨快点，您家姑娘可能要走了。恢复过来的我在海拔5200，我奔跑跳跃真的都没问题了。你谁能想到2天前我还在无人区，我生死绝望，如今我看雪山看冰川。我当不了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但是我能做青藏高原的学姐。珠峰之行到现在就一直教会给我道理，就是坚持。你看我现在，我人到中年，我弄着2个孩子，我再苦再难，但我都坚持。我坚持把我妈带身边。
我登顶不了珠峰了，但是我还继续在登我自己人生的山峰。真的，你们也一样，继续往上爬，啥都别怕。曾经你们认为的绝望，再回头都是风景。我是小雪。来，掌声送给小雪。小雪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雪。小雪第一轮说的是做妻子，第二轮说的是做妈妈，结果你到了第三轮突然做了一个转向，题材让大家完全意料之外，为什么？就是想觉得，其实这个女性嘛，她由她成长的过程中，她是有不同面的啊。她不一定说我做了妈妈就永远都是这种家长里短啊、鸡毛蒜皮。而且呢，我觉得这一篇是我更想表达的，因为这里头它是有2代女性的这种托举，这是我更想说的一方面。因为一上来人中那个笑话还可以啊，就是那个就一上来说那个没反应了，因为你有3天呀，在那头，这个经历真的很让人难忘。据说在西藏要是迷路的话，就要在原地等一个喇嘛，因为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拿2斤粑粑。这个事儿是真的对吗？就是说3天活就在那儿等着，没有吃的啊，对，就是非常迷茫的在等着那个人回来。对，有吃的，但是呢，大家呢就是说，尽量想省着点儿，因为大家都各吃各的嘛，看谁也没管谁，所以我母亲就把那个微环拿出来说，咱们就这留着别动了就是让大家有这么一个集体意识，咱得存点共同的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明白？对，行，我觉得就是他就是这3天这事儿太记忆犹新了，觉得必须得讲出来。来，再次把掌声送给小雪。我们现在请之前表演完的4位演员全部来到台上。这是第一组，3人小组的对战。再强调一下我们的规则：3人小组对战3人成绩的总和将决定这支队伍的去留。分数高那支队伍3个人全部晋级，分数低的3个人进入到待定区。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季叶和小雪2位分别得到的票数。哇，这么低呢？那240不会和218，不会。蚊子、德子、叶子，你们的总票数是807票，而花木兰是702票。我们现在要恭喜蚊子、德子、叶子的3位进入到下一赛段。